削平5座山，填平217个溶洞。中国最疯狂机场为何偷偷建成？欢迎观看今天的梁老说天下。神农架自然保护区海拔2580米建机场，飞机轰鸣吓跑野生动物。当地人说不建机场我们穷死，环保派怒吼这是毁掉华中肺。今天撕开经济发展与生态撕裂的残酷真相。最近湖北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对外宣布，今年10月份海拔高达2580米的神农架机场将正式通航，这使武汉到神农架之间的时间由原来10几个小时缩短为5分钟，肯定会极大的推进神农架的旅游事业。但是呢，这个海拔极高的机场代价是高昂，它削平了5个山峰，处理了喀斯特地貌独有的溶洞漏斗溶沟217个。有很多人就质疑，破坏了大自然的环境来建这个机场到底值不值得？年呢，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媒体当中听到有关大家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些自然保护区、风景区。你比方说张家界弄个天梯某个地方又推平了很多原始森林要建宾馆修公路等等等等。那么这也是这一次神农架机场这个消息一出现，大家就纷纷质疑的一个原因。所以很多人呢是从环保、保护大自然环境这个角度来质疑，因为毕竟呢，这个神农架的一些喀斯特地貌你要毁坏它就无法再生。而且你那么高的地方建机场，它从整个的维护费用和其他方面来讲呢，很有可能对当地原来的生态会产生这个一定影响。你比方说机场这飞机来回轰鸣声，可能这个地方一些动物就不敢在这待了，时间一长呢，你这有人活动吗？很可能它原始森林的生态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呢，似乎从网上看呢，这个意见是一面倒的，就说你毁坏了大自然环境如何如何。但是呢，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只发出一种声音是不公正的，就是我们首先探讨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建这个机场值不值得呢？你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因为任何一种环保呢，脱离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行的。我们首先看呢，神农架呢，它不是神农架自然保护区一家的事儿，因为有人呢说这神农架这个地方可以称得上华中地区的肺，因为这是呢世界中纬度保存的最好的一处原始森林，它每天呢能吐出氧气300多万吨，能吸收灰尘100多万吨，储水30亿立方米。那么有人说它华中之肺，就是它对整个华中地区的自然生态保护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说它有这么重要的作用，那这地方还要建机场干嘛？说有可能毁坏这个环境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地也要搞经济发展。1970年的时候呢，神农架这地方建了林区，开始砍伐这个原始森林。到后来2000年呢，就不能再砍伐了，森工系统都退出，迅速向生态旅游这转化。这些年虽然旅游业有发展了，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到神农架去一趟是很费劲的。你从武汉，比方说坐这个轻轨到这个宜昌，在宜昌5个半小时大巴往过转，以前一直是这种状况。最近这些年，周边一些地方修了机场呢，稍微好转一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如在当地修一个机场能更加吸引这个旅游人口过去玩。所以就说地方呢有发展这个要求，老百姓呢有这个致富的这种要求。我相信如果让神农架当地老百姓投票说这个机场修不修，90%人会同意修。这就是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一个矛盾。就是你比方说你站在这儿可以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这神农架不能破坏环境，你要是当地老百姓呢？所以他这个矛盾我们得考虑到，你环保作为一种公众利益，那么老百姓的利益，神农架当地经济发展要不要考虑呢？也同样需要考虑。所以这个中间呢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你再加上我们说它是华中地区的肺，当地如果不做经济建设的话，不搞这种改变自然环境的话，那好，那可能整个华中地区都受益。那么好，当地保持了环境，自个儿也得到好处，但是更多是为华中地区人民做贡献。就像我们前几期节目说过的，巴西说不要砍伐这个亚马逊河流域的这个原始森林，那巴西不砍伐了，他为全球做了贡献了，那么谁为巴西人做贡献呢？所以它一定得有个补偿机制。这不现在国际上有个叫绿色 GDP 核算机制，就说你这一块保持环境了，那好，所有人都受益了，那么其他人就应该对你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做补偿做贡献。当然发展经济不一定非要破坏环境，这个中间我们怎么样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而且神农架这次开发这个机场到底毁没毁坏环境，对环境毁坏有多大，
说实在的，我没有权利说这话。各位网友、各位观众，你也没有这权利。为啥？你也不懂。我们是需要呢，专家和公众联合到一块儿，对这个事儿做一个具体的评估。反正现在这个地方政府说了，说不会严重破坏环境。你听这话，不会严重破坏环境，那恐怕还是破坏了。他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予解释。可能说到这儿，有的观众朋友就乐了，说你们这有什么意思？他凡是一个重大项目立项，他现在都有这个环境评估报告啊，你把这报告拿出来不就完了吗？可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话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神农架机场的环境评估报告是什么，什么样一种状态，哪些专家评估了，是否经过公众听证会讨论了，这个环节我们现在不知道。而且这个项目现在建完了，可是建设过程当中我们根本不知道。要不是神农架旅游区呢出于要宣传的考虑把这个消息露出来，现在起码我是搞新闻的啊，我们做新闻评论不知道有这个机场存在，这个就大大值得我们思考一下。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社会重大项目的立项，它是要经过全社会评估的。就像我刚才说，神农架当地人的经济利益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因为神农架毕竟不是纯粹属于当地人，它是整个全中国人民的财富，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它？所以一个重大项目立项呢，你既要考虑当地人利益，也要考虑受这个影响的其他人的利益，每个人的利益都是正当的，我们得在一个平台上博弈，谈一谈吧这事儿。15-10，你进110，我退1丈，咱怎么办？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么一个博弈的平台。还有这几年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关于这个垃圾分烧厂建在哪儿，说这儿也不让建，那儿也不让建，我们建在哪儿呢？它有个成本问题啊，不是不让你建，问题是你这个垃圾场带来哪些危害，你要跟民众及时的沟通清楚。民众也不是不通情达理，你突然间告诉不告诉你把个垃圾场就建在小区旁边，谁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啊。那么咱们双方通过谈，你达到什么样标准，我怎么样能让我放心你的污物处理达到标准，如果对我小有损害，你怎么对我进行补偿？人是讲理的动物。可是问题是呢，你假如不告诉我们，就等于神不知鬼不觉你就建完了，那这个我们基本的权利怎么主张？所以说这个环评报告必须由专家和公众积极参与，在一个平台上大家利益进行博弈，这才能够让我们每个人放心。你像现在神农架建这机场到底对环境损害成什么样，对当地的旅游是有利了，那么我们其他的这些公众呢，是不是有可能今后神农架有些地区被破坏之后，我们再见不到这样的美景了呢？这涉及广泛的公众利益，你必须得搁到一个平台上大家讨论。而且这个事情呢，神农架机场建设前后存在着很多令我们感觉不太理解的事儿。你比方说呢，这个机场的必要性，现在呢在周边呢，像恩施、当阳啊这些地方已经有机场了，他们到这个神农架距离也大概就在160公里左右，就是说不一定非要拿武汉当坐标，像当地宣传那样说武汉到我们这儿原先得10几个小时，那你到其他机场到那儿160公里，我们知道2-3个小时基本就到了，快一点1个半小时就能到。那么这一条呢，并没有在当地政府的宣传神农架机场必要性里边有所体现。这个是为什么呢？有的人说你这样的话，你还不如在周边建轻轨，然后这样的话对自然环境不至于像机场破坏这么大。你要建轻轨、铁路、公路的话，假如这些你把它修起来，它可不仅仅是神农架旅游区一家的事儿，它要跟其他的政府部门协调，你要拆迁啊，要征地，有可能少了5-6年，多了10来年都建不完。所以你从这点来看，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他有一种冲动要建机场，不去选择其他的。所以他有这种利益冲动，你就要从这个利益相关当中撇清，你不能这事儿你也组织，你去搞环评等等等等。何况现在这个环评报告我们也没看见，不模糊的说对当地影响并不严重，那不严重不也是有影响吗？所以这种含糊其辞，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用什么样的程序把这个神农架机场立项的事走完的，以及这几年为什么神不知鬼不觉在那建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可能他不出于宣传目的，我们还不知道这样的事。所以这个是我们当下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它是全社会人共同参与治理的，政府也是向服务性政府转化。如果你把公众撇到外头去，其实我们也知道公众管理是什么概念呢？政府跟社会互动，精英和老百姓互动。如果你把这些人公众撇到外头去，这和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更应该把公众百姓纳入到日常的管理范围之内，要充分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也就是说要搭一个公众利益博弈的平台。就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说是听证会形式，也可以是以公众讨论形式，还有一种方式呢，甚至更往前走一步。当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亚洲曾经的首富王永庆，
他想在那沂南县，在这一块呢，建立一个这个他自己的工厂分厂。结果当时呢，遭到宜兰县的这个县长叫陈定南激烈的反对。陈定南代表当地老百姓，但老百姓认为你把我们这个海湾的青山绿水，万一给污染了，那我们可就没活路了，我们得靠着旅游，靠打鱼呢。结果双方争执不下呢，采用什么方式呢？上电视台直播。王永庆和陈定南俩人就坐着，咱就谈这个事儿。王永庆谈的是入情入理，说呢，你看呢，我到你这建厂子，你说有污染，那要这么封门，咱就没必要谈。既然咱坐这谈，咱就应该有一种谈判的态度，就是啥呢？你不说污染吗？那如果我们做到不污染，或者轻度污染给你补偿，你怎么办？什么情况下你能接受我这企业在你这儿，给你当地多大的利益？咱们得这么谈呢，进一尺退一丈啊，这才是博弈呀。如果一上来就我的利益对你利益错，咱别谈了，那咱没这个必要了。所以他两个人在电视上唇枪舌剑进行辩论，最后的结果呢是宜兰县民众呢否定了，不准王永庆在这建厂。那么这个事情它的深远意义不在于这个台塑集团到底在哪儿建厂建不建成，而在于通过这个讨论呢，一下子知道了环保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这类化工企业会对地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在这个平台上博弈的时候应该具备怎样的谈判技巧，双方坚守怎样的底线和立场。这一下等于事实上呢，既做了一次环保的普及课，同时又使大家了解到在公众平台上进行利益博弈的这种重要性，等于几乎所有的公众都能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所以我说这个平台搭建非常非常重要。而神农架机场从立项到最后建成这过程，遵循着一种什么样的程序？这也是我们经常说那句话，说程序正义要大于实体正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从法律上引申出来的。就比方说我们生活当中，两个人发生矛盾冲突了，你要如果两人各讲各的理，你很难最后得出谁对谁错，怎么处理这事儿。那好，现在我们有了司法机器，就先把这两个人的理由呢各自，你比方说你到法院去告他，形成原告被告，然后呢可以各请各的律师，然后或者呢通过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方式，在法庭上呢双方唇枪舌剑，最后由居中的法官控辩平衡，司法居中，由法官最后审判。就是这个程序缺一不可，你得走这个程序，有原告有被告有律师和公诉方进行抗衡，然后法官居中去审判。所以必须要有一种程序来保证这个过程是正义性的，只有程序是正义的，才能保证结果是正义的。我刚才说这个公众博弈的平台，它其实就是程序正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怎么样去实现这个程序正义呢？我刚才说像听证会、主旨之下的环评报告，公众和专家共同参与，这个对于中国将来构建这种和谐民主社会、发达完善的社会体系，这个用处是特别特别大的。我们现在也有这种相应的机制呢，能够在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问题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这个公众利益博弈的平台到底在哪儿？这个程序正义是怎么实施的？我认为这些才是最为关键的。而且我以前节目里也说过，我是希望呢，咱们这个观众朋友能多关注这样的事儿。咱们平常往往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以前说过，家以下国以上。你家以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医疗教育，国以上的钓鱼岛什么样，黄岩岛什么样，怎么的啊，如何。其实国与家衔接这块，看我们怎么样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大家都参与进行管理，这个是中国公民极为缺乏的一课。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梁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